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续约风波背后，顶流经济压住市模式的崩塌与重建。2026年对于乐华娱乐而言，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描淡写的年份。公司旗下核心艺人王一博的独家经纪合约将于10月正式到期，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为配合公司上市额外续约了4年。4年时间，资本市场对这份合约的高度依赖早已暴露无遗。2026年3月，王一博续约前景不明的传闻开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乐华娱乐股价随即出现剧烈震荡。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粉丝群体也因担忧艺人发展而集体发声，舆论压力在短时间内升至峰值。为平复这场风波，乐华紧急发布公告，表态将寻求与核心艺人维持长期合作，同步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试图稳定市场信心。仅2天后，公司再度发出公告，披露已与一名核心艺人签订独家经纪合约，外界几乎一致将其解读为王一博续约完成的官方确认信号。3月27日，乐华娱乐正式公告完成与一名艺人续签独家经纪合同。当日，王一博本人也修改了微博昵称，去掉了此前保留的 UNIQ 前缀，同时删去认证信息中的 UNIQ 组合成员标注，改为简洁的王一博 YIBO。 他微博首页的商务洽谈联系方式依然指向乐华音乐的邮箱。这些细节拼在一起，虽未有任何人直接开口说明，却已经将整个事件的走向表达得相当清晰。然而，舆论的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解。这场风波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以一种极为具体和剧烈的方式，将经纪公司深度绑定单一顶流艺人所内涵的系统性商业风险，彻底摊开在了公众眼前。王一博的去留与乐华娱乐股价之间的强相关关系，在2025年以来已经被市场一次次验证。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5年以来，仅因为不续约传闻的扩散，乐华股价就曾出现3连跌的窘境。更令市场神经紧绷的是，阿里、BillionSpark、黎瑞刚等重要股东在此期间相继有所减持。这一系列动作被投资者普遍解读为资本有序撤离的信号，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不安情绪。乐华股价较2023年高位下跌幅度达 78%， 一家曾被资本看好的娱乐公司，在股价层面已深陷泥潭。3月25日，乐华娱乐披露拟向王一博授予1250万股受限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 作为股权激励计划。这则公告发布时，开头特别标注了此乃要件，请急处理的字样，措辞之急切已经说明了一切。然而，粉丝对这份激励方案的反应却远非公司预期中的欢欣鼓舞。有分析人士直接指出，乐华股价已较高位暴跌 78%， 此时推出的股权激励本质上是在用一份已大幅缩水的资产去绑定最核心的资源。更刺眼的对比在于，王一博近5年来为乐华贡献的营收超过公司总营收的 60%， 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 4.59 亿元，而在公司上市股价高位时，他并未得到相应比例的利益共享。如今以 1.51% 的占比作为激励，在很多人看来，无论是力度还是时机，都难以让人信服。这场续约风波并非孤立事件，它不过是近年来内娱经济行业深层矛盾的一次集中显现。要理解这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需要将视野放宽到整个行业的演变轨迹。内娱经纪公司的传统商业逻辑建立在资源垄断的基础之上，公司掌握影视项目、品牌商务、
媒体渠道等核心资源，艺人想要出圈，几乎只能依附公司的资源体系。公司包揽艺人从曝光、宣传到商务洽谈的全链路工作，换取高额的收益分成，并在相当程度上保有对艺人发展方向的干预权。在这套逻辑下，艺人是公司的核心资产，同时也是公司的附属品，两者之间的权力天平从一开始就向公司一侧倾斜。但这套逻辑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关键前提：艺人的影响力必须在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一旦顶流艺人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超出了公司所能赋能的边界，双方的利益就会出现结构性的错位。艺人开始意识到，维系自身流量和商业价值的核心要素粉丝基础、个人品牌、内容创作力并不完全依赖于经纪公司，而公司却仍然依据旧有的分成比例和控制权主张收取高额回报。这种失衡一旦累积到临界点，分道扬镳便成为必然。嘉行传媒先后失去杨幂和迪丽热巴两大顶流，银河酷娱深陷与赵露思的合约纷争，鞠婧祎与斯巴传媒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虞书欣离开华策，每一个案例都是这套旧逻辑失效的具体样本。赵露思与银河酷娱的纠纷是近年来最能说明行业痛点的案例之一。2024年，赵露思在拍摄期间被拍到出现健康问题，被外界怀疑因焦虑症出现躯体化反应，表现为失语和行走困难。此后，主流媒体报道她暂停工作并取消部分商务活动。同年12月，她突发身体不适就医，工作室宣布暂停后续全部工作。这本是一个需要外界给予理解和空间的时刻。然而，经纪公司与艺人之间早已积累的矛盾，并未因为艺人的病情而暂停发酵。2025年8月，赵露思在一场直播中公开指控银河酷娱擅自克扣205万元赔偿金，拒绝归还工作室运营权，并晒出重度焦虑和抑郁的测评报告，宣布解约。他同时揭露续约后分成比例从50%被压缩至30%的内情，将经纪公司在艺人处于最脆弱状态时压缩其利益的行为直接曝光在公众面前。公司次日否认违约，赵露思用一个绿茶表情包回应，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公司声明的看法。随后他补充说明，双方曾就合约问题协商长达8个月，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他寻求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但公司的配合意愿显然与他的期待相距甚远。2025年11月，赵露思在生日会上宣布成立新工作室，独立运营正式启动。2026年1月，其工作室账号的简介中删去了原经纪公司的标志，独立联系方式的 IP 显示在四川，暗示运营主体已经完成调整。令外界感到意外的是，离开经纪公司并非意味着商业资源的枯竭，恰恰相反，2026年开年后短短半个月内，赵露思接连拿下3个商务合作。1月1日成为 CHUU 首位全球代言人，1月7日在 Tiny Winnie 直播间亮相带货，1月9日接任超自然行动组手游代言。1年未曾进组拍摄的他，在商务层面的表现反而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这背后固然有其自身商业价值的支撑，但更关键的是粉丝群体的持续追随。粉丝经济的成熟为艺人提供了独立于经纪公司资源体系之外的商业支撑，这一事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案例反复证明。迪丽热巴的离开则呈现出另一种叙事质地。他与嘉行传媒长达13年的独家经纪合约于2026年2月26日正式到期，后续演艺事务由他个人100%持股的上海竞燕影视文化工作室全面接管，完成了从公司艺人到独立运营者的身份转换。然而，合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嘉行关系的彻底切断。2026年3月，
他原定经迪拜转机前往巴黎出席品牌活动，却因中东局势突变而在迪拜被迫滞留，最终无缘出席，在粉丝中引发大规模追责情绪。由于这次巴黎行程是加航在合约期内敲定的遗留事务，事件发生后发布声明的依然是加航迪丽热巴工作室，加航传媒也同步转发。粉丝据此认为，行程规划和危机应对的责任仍归属于加航团队，此次滞留是加航在合约遗留事务处理上的失当，而非刚刚接手运营的个人工作室的责任。这场风波折射出的是，合约关系的结束与责任边界的厘清之间，往往存在一段充满摩擦的过渡期，而公众舆论在这段过渡期内的解读和追责，往往比任何法律文本都要直接和尖锐。杨幂与加航传媒之间的故事，是这个行业演变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章。她是加航传媒的创始艺人，同时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公司与上市影业的对赌期间，3年内拍摄了13部作品，以惊人的产出密度为公司的资本之路奠定了基础。但当他的个人影响力和对事业规划的主动权意愿逐渐超出公司框架所能容纳的空间，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开始浮出水面。粉丝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对加航不作为的质疑和公开表达的不满，进一步放大了艺人与公司之间的裂痕。2023年5月8日，杨幂通过个人微博正式宣布与加航传媒解约，留下共有从前、各有未来8个字。加航传媒同步回应，感谢多年合作并致以祝福，双方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完成了公开告别。2024年，杨幂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谈及离开加航的原因，她的表述直白而成熟，离开并非因为所谓的3亿对赌传闻，而是自己的事业规划与加航未来的战略规划不一致。每个人都是为了尽可能达成自己的利益，如果这种利益跟别人的利益产生冲突，大家自然而然成了反方。能沟通就沟通，沟通不了就算了。这段话比任何评论文章都更准确地概括了当前艺人与经纪公司关系的本质。梳理这些案例，表面上各有不同的前因后果，但核心矛盾如出一辙，能同苦，却不能同甘。在艺人尚未成名，需要资源扶持的阶段，公司投入成本和资源，双方利益高度一致，但当艺人成为顶流，商业价值远超公司平均水平，原有的分成比例和控制结构就会成为艺人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决定性因素。当话语权与利益分配双双失衡，艺人宁愿自立门户，亲力亲为，也不愿继续维持一段对自身而言已经得不偿失的依附关系。这不是个人情绪的爆发，而是理性计算的必然结果。这场行业性的重构，标志着经纪行业正在完成从公司强势主导向艺人掌握主动权的深层转型。在新的关系格局中，顶流艺人不再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条目，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经纪公司的定位正在从老板角色向服务平台转变。然而，这种转型对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言，并非全然是正向的。经纪公司将一个艺人从籍籍无名培养至顶流，投入的成本、时间和资源极为可观。一旦艺人成熟后选择独立，公司便面临培养成本无法回收的困境。如果这种情况成为普遍现象，会直接打击公司对新人艺人的长期培育意愿，对行业的良性循环造成损伤。如何在艺人权益保障与公司合理回报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机制，是整个行业在这一轮重构中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乐华娱乐在2026年3月推出 Hey Dream， 亚洲首支以真人形象结合 AI 全流程制作的爱驱动真人女团，引发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支女团的视觉呈现颜值出众，动作和神态极为逼真流畅，
以至于业内资深人士都将其视为乐华面对当前挑战，主动拥抱 AI 时代的明确战略信号。AI 真人偶像的出现，在逻辑层面彻底颠覆了传统经济模式的风险结构。传统艺人随时面临舆论风险、健康问题、合约纠纷，每一个变量都可能对公司造成难以预测的损失。而 AI 真人偶像不会塌方，不会因情绪崩溃而发出争议言论，不会因健康问题暂停工作，不会与公司产生利益分歧，不会在合约到期时引发股价震荡。对于一家将核心营收压注在单一顶流身上，长期处于系统性风险之下的经纪公司而言，AI 偶像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在 AI 真人偶像之外，AI 技术对经纪行业的赋能空间远不止于此。经纪公司可以借助 AI 大数据对市场风口进行更精准的分析，从流量趋势、受众行为、品牌偏好等多个维度预判市场需求，指导艺人形象和内容方向的打造。可以搭建 AI 智能舆情监控系统，实时追踪全网舆论动态，在负面信息萌芽阶段即启动应对机制，将公关风险降至最低。可以通过 AI 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能力，提高商务合作的匹配效率，让艺人商业价值的变现更加精准和高效。这些能力的集成，将使经纪公司从过去依赖人脉和资源的粗放式经营，升级为数字化、精准化的专业服务平台，从而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建立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内娱经纪公司与艺人之间延续多年的恩怨纠葛，站在短期视角看是一场充满摩擦的行业阵痛，站在长期视角看，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升级的必经过程。旧有的资本野蛮收割逻辑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边界，那套依靠垄断资源、压缩艺人话语权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模式，正在被艺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粉丝经济的成熟所共同瓦解。告别这套旧逻辑，回归专业赋能的本质，在艺人与公司之间建立真正对等的合作关系，同时拥抱 AI 技术所带来的全新可能，才是这个行业寻求长久共生的底层逻辑，也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王一博续约风波终于暂时落幕，但他留下的问题远比他解决的多。乐华与王一博之间新的合约关系意味着什么？双方能否在新的周期内建立更健康的利益共享机制，将直接影响这家公司在接下来数年内的战略走向。而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这场风波不过是一个预警，当一家公司的市值高度依赖于单一艺人的去留，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重新审视和修正的商业结构，无论下一次续约的结果如何。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